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今天我們要進行一場深度的知識拆解，探討一個非常特別的社群平台，叫做 Nextdoor。當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提到社群媒體，你腦海中浮現的第一印象通常會是 Facebook、Instagram 或是 TikTok 這類的科技巨頭。這些傳統平台其實都有一個非常明顯的共同點，那就是他們都在無所不用其極地爭奪你的注意力。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往往會透過精密的演算法來激發人類大腦中最原始也最強烈的情緒反應。這就是我們在商業上常說的注意力經濟。但是在這樣一個充滿焦慮與多巴胺的紅海市場裡， Nextdoor 卻走了一條完全不同的路。他們將人類行為變現的底層邏輯與其他 Silicon 科技巨頭截然不同。今天這場拆解，我們就要來深入剖析這家公司背後的商業智慧，看看他們究竟是如何在極度競爭的網絡產業中找到一條強調實用性，並且真正能把實體社區連接起來的獨特生存之道。為了讓大家能有系統地吸收，我們今天的知識拆解會分為5個核心模塊來進行。第一，我們會先聊聊什麼是在地化的社群網絡。第二，探討為何實用性大於自我表達。第三，分析社群媒體常見的惡性的互動陷阱。第四，我們會帶大家重新思考平台商業模式。最後第5點，則會進入最高層次的探討，也就是創辦人的道德困境。重點來嘍，我們直接進入第一部分，在地化的社群網絡。副標題是描繪真實的實體世界。要真正理解 Nextdoor 在商業模式上的獨特性，我們必須先回到它的起源，從它最根本的定位開始看起。當世界上其他所有的科技平台都致力於打破地理限制，去建立一個跨越國界的龐大虛擬人脈網時， Nextdoor 反其道而行，他們只專注於你家門外那幾條街，那些真實存在於物理世界中的鄰居。為了讓大家具體體會這種實體映射網站在商業上到底具備多大的威力，我們必須用數據來說話。根據他們官方發布的資料顯示， Nextdoor 目前已經在全球11個國家展開營運。我們單單看美國本土的數據就好，他們已經成功滲透並且成功啟用了高達35萬個社區。35萬，各位可以想象一下這個規模，這幾乎已經涵蓋了美國高達99%的住宅區。更值得我們深思的是，目前在每3個美國家庭當中，就有1個家庭是 Nextdoor 的活躍用戶。這代表什麼意思呢？這代表他們已經在實體世界裡建立了一個極度龐大，而且深深扎根於社會基層的網絡效應。這種純粹建立在真實地理位置上的護城河，是其他那些純虛擬社群平台極難，甚至可以說是無法複製的絕對優勢。接下來這點超級重要。要建立這樣一個純粹基於地理位置的實體網絡，其實有着非常高的進入門檻。在營運初期，他們就遇到了一個非常棘手的障礙：到底什麼叫做社區的邊界？畢竟，除了政府官方白紙黑字的行政區劃之外，我們每個人對自己到底屬於哪個社區的認識，其實都不盡相同。為了一勞永逸解決這個地理定義的問題，創辦團隊展現了極強的商業手腕。他們採用了一個非常聰明的2步走策略。第一步，他們先把那些已經有明確官方定義、大家公認的知名區域輸入系統，例如紐約的翠貝卡區或者蘇霍區。接着第2步，對於剩下的90%沒有明確官方邊界的廣大區域，他們直接採用了群眾外包的模式。他們把定義社區的權利下放，讓當地的居民自己來畫出他們心目中的社區草圖，並且系統規定，只要這個區域裡最先註冊的前9位成員對這個邊界劃分達成共識，這張地圖就會被系統永久鎖定。透過這個極具巧思的機制，他們不僅把整個美國拼湊成了一幅巨大的數位拼圖，更厲害的是，這種自己畫地圖的過程，讓最早期的用戶產生了無比強烈的歸屬感與參與感。這就是非常經典的參與式產品設計。當地圖的邊界畫好之後，馬上會面臨下一個核心問題：誰有資格加入這個社區？在獲取用戶的根本理念上， Nextdoor 與傳統的網絡社團可以說是背道而馳。傳統的網絡社團在邏輯上往往像是鄉村俱樂部，大家是因為有着相同的興趣愛好、相同的政治立場或是相似的社會背景才聚在一起。這本質上是一種具有強烈排他性的同溫層篩選機制。但是 Nextdoor 採取的卻是截然不同的投票所模式。在投票所的邏輯裡，只要你能夠提出水電賬單、信用卡賬單等官方文件，嚴格驗證你的實體地址確實是落在這個社區的範圍內，你就可以加入。
這意味着什麼？這意味着你無法在網絡上主動挑選你的鄰居。平台透過地址驗證，強迫把不同年齡層、不同職業背景、不同政治價值觀的人，通通放在同一個數位空間裡。這種做法完美還原了真實社會的多樣性與複雜性。同時，也因為這種極度嚴格的實名與實體地址驗證機制，大幅度地提升了平台上的信任基礎。這是匿名網絡絕對做不到的事情。我們繼續聊下去，進入我們的第二部分，實用性大於自我表達。副標題是完成任務對比獲得按讚數。其實我們靜下心來思考一下，當你把一群背景完全不同、價值觀可能南轅北轍的人強行放在同一個數位空間裡，摩擦與衝突自然會產生。這極度考驗着 Nextdoor 內部的產品策略。如果我們把 Instagram 和 Nextdoor 放在同一個天平上做對比，你會發現這兩者的使用者行為動機可以說是完全相反。Instagram 代表的是一個虛擬世界，它的產品核心訴求是自我表達與全球性的娛樂。你打開它，往往是為了向世界展現你美好的生活濾鏡，或是透過無止境地滑動短影音來獲得大腦多巴胺的短暫刺激。相對地 ，Nextdoor 則是完全專注於實體世界，它的核心訴求只有3個字：實用性。你今天會打開這個應用程式，往往是為了去解決一個非常具體的在地任務，例如你家漏水了，需要尋找一個評價優良的可靠水電工，或是你家的寵物走失了，需要鄰居幫忙留意，又或者是單純想詢問週末哪裡可以買到最新鮮的農產品。它在產品本質上就是一個強大的生活工具，而不是一個用來消耗你零碎時間的數位娛樂場。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這種全心全意專注於實用性的產品設定，其實為平台帶來了一個非常強大而且極具正面意義的副作用，那就是它自然而然地緩解了現代社會最令人頭痛的兩極化現象。在 Nextdoor 這個平台上，社群互動的最高指導原則是：你可以表達不同意，但請你不要帶有攻擊性。大家可以試着回想一下自己的上網經驗，人們可能會因為一些抽象的政治議題或是遙遠的國際戰爭，在網絡上跟陌生人吵得不可開交，甚至互相封鎖。但是現實生活中，極少有人會為了一家水電行的施工評價，或是巷口哪家墨西哥玉米餅比較好吃，而互相發送死亡威脅，對吧？因為當社群討論的焦點真正回饋到解決生活中的實際問題時，那些主觀的、充滿極端政治性的自我表達，自然就會被邊緣化。社區的居民反而會因為這種互相提供資訊、互相幫助的過程，建立起真實的連結與社會凝聚力。當然，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只要有人參與互動，就難免會有情緒失控、擦槍走火的時刻。為了徹底解決這個潛在的公關危機， Nextdoor 的工程團隊開發了一個非常具有前瞻性的人工智慧審核功能。他們將這個機制命名為友善提醒。這個機制的運作邏輯極度精準且巧妙。當系統偵測到一個用戶在憤怒的狀態下，正在鍵盤上敲出一長串帶有強烈情緒的貼文時，人工智慧會在他按下發布按鈕的瞬間，自動攔截並標記出其中的攻擊性語言或是歧視性字眼。接着，系統會強制暫停這個發布程序，並且跳出一個非常溫和的提示視窗，建議用戶重新修改措辭。這在行為心理學上是一個非常經典且有效的阻亂機制。這等於是在產品設計中故意加入摩擦力，強迫給了憤怒的用戶一個深呼吸的時間。在那些具有高度煽動性的內容對整個社區造成實質傷害之前，系統就直接在源頭進行了攔截。這招大幅度地降低了不必要的網絡霸凌與社群撕裂。接下來這點超級重要，我們要進入第3部分：惡性的互動陷阱。副標題是湊熱鬧經濟學。正如我們前面提到的， Nextdoor 致力於利用產品實用性與 AI 工具來維持社區的和平互動，但他們之所以要花費這麼大的力氣去做這件事，其實正是因為他們看透了整個社群媒體產業存在着一個極度巨大的系統性缺陷。在探討這個缺陷時，有一篇在硅谷非常有名的文章，精準地命中了這個現象。這篇文章的主題叫做“沉默的代價”。這個深刻的概念，完美解釋了為什麼我們現代的網絡環境會變得如此有毒且令人疲憊。
邏輯是這樣的：當一個網絡空間開始充斥着極端、激烈且充滿攻擊性的言論時，社會中絕大多數那些理性、溫和的人，為了避免惹麻煩上身，往往會選擇退縮，放棄在網絡上表達自己客觀的意見。這種理性的退縮，在無意之中，等於是把整個平台的發言權完全拱手讓給了那一小撮極端分子。最終，平台就會演變成一個個極近的同溫層。這也就是我們在經濟學上常說的劣幣驅逐良幣，理性的聲音被徹底消音了。為了進一步拆解這個網絡生態崩壞的現象， Nextdoor 的執行長提出了一個非常有洞察力的框架。他將網絡上的用戶精準地劃分為3種原型。第一種被稱為煽動者，這類人發文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激起別人的憤怒與攻擊，借此獲取演算法的流量與關注。第二種是理性辯論者，他們上網是真誠的想要探討問題的本質，尋求社會的共識。而第三種則是數量最多的觀察者，他們通常不發表意見，只在旁邊默默吸收資訊。現在問題來了，傳統社群媒體的演算法在設計的天性上就是偏愛那些能引發極端憤怒情緒的內容，所以演算法會無限放大煽動者的音量。這個機制直接導致了理性辯論者感到心灰意冷，進而選擇閉嘴不談。而當一個平台上只剩下無止境的謾罵與口水戰時，那些原本只想安靜學習新觀點的觀察者，也會覺得這是在浪費生命，從而果斷離開。最終的結局就是整個平台只剩下煽動者在互相攻擊，原本健康的內容生態系就此徹底崩壞。我們繼續聊下去，進入第4部分，重新思考平台商業模式。副標題是：當互動率毀了產品。重點來嘍！演算法放大群眾憤怒這件事情，絕對不僅僅是一個社會學上的道德問題，在實務上，它更是一個足以摧毀公司的致命商業問題。我們來回顧一下 Nextdoor 在股票正式上市之後，曾經經歷過的一段非常危險的轉型正共期。身為一家公開上市的公司，華爾街的投資人無情地要求他們必須在每一份季報中展現出強勁的成長數據。在這種巨大的財務壓力下，內部的產品經理們開始改變了原本的運營策略。他們開始刻意去推播那些具有高度爭議性的話題，因為從歷史數據來分析，爭議性話題確實能用最快的速度帶來大量的點擊與頁面瀏覽。但這立刻在公司內部產生了一個極度矛盾的商業現象。如果你單看表面數據，平台的每週活躍用戶數確實在大幅增加，短期的廣告營收也跟着水漲船高。但是如果你去深入觀察另一個用來衡量用戶長期忠誠度的關鍵指標淨推薦值，也就是我們常說的 NPS， 你會驚恐地發現，這個代表用戶滿意度的指標正在直線崩盤。這說明了什麼？這說明用戶雖然被聳動的爭議性話題騙進來點擊了，但他們看完之後，內心感到的是無比的疲憊與反感。公司為了追求財報上短期的營收數字，正在無形地透支甚至摧毀長期的品牌忠誠度。這就是著名的古德哈汀律定：當一個指標變成目標時，它就不再是一個好指標了。幸好 Nextdoor 的管理團隊非常敏銳，及時意識到了這個可能導致公司覆滅的致命錯誤。他們做了一個極具魄力的決定，徹底改變內部衡量商業成功的標準。我們知道，傳統社群媒體追求的終極北極星指標，通常是用戶在平台上的停留時間。這種邏輯就像是強迫用戶看一部長達5小時、劇情卻充滿負面情緒的爛電影，硬生生地把他們困在無止境的有害爭論中，借此來榨取最多的廣告曝光價值。但 Nextdoor 決定果斷放棄這個有毒的指標，轉而追求一種全新的概念：高頻次、高價值的用戶訪問。他們希望用戶的使用體驗就像是看一部5分鐘的精彩短片，進來平台快速獲得需要的資訊，解決了生活中的實際問題，然後非常滿意的離開。因為他們深知一個道理：只要平台提供的工具價值足夠明確且正面，用戶在下次遇到問題時，自然會願意頻繁的回訪。這才是真正能夠長久經營的健康商業迴圈。其實，這種不追求停留時間，而是追求高頻次與快速解決問題的產品策略，就是在科技界非常經典的 Google 模式。大家不妨回想一下自己的使用習慣。當你在使用 Google 搜尋引擎或是 Google 地圖的時候， Google 從來都不希望你在搜尋結果頁面上漫無目的的停留太久。
對他們來說，最大的產品成功就是讓你在最短、最有效率的時間內找到精準的答案，然後趕快離開網站去完成你的任務。透過提供這種快速實用的強大工具價值 ，Google 確保了極高的用戶留存率與難以撼動的市占率，而且他們完全不需要依賴任何有毒的煽動性的內容來死命留住用戶。這正是 Nextdoor 決定效法的實用主義路線，他們要把自己精準定位成社區生活的搜尋引擎，而不是讓居民互相攻擊、情緒發洩的數位垃圾桶。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這種鼓勵理性解決問題、避免極端情緒的思維，不僅僅適用於對外的社群平台產品運營，它同樣也完美適用於企業內部的組織文化經營。在這裡，我們可以引入另一個真實的商業案例來做對比，也就是目前在硅谷非常熱門、站在風口上的人工智慧公司 Anthropic。這家公司在內部管理上極力營造一個具有高度心理安全的環境。他們不僅允許，甚至在制度上鼓勵員工提出建設性的分歧，因為他們的管理層非常清楚一個殘酷的事實：如果在一家公司內部，理性的反對聲音因為害怕起衝突而被壓制，最後會議室裡只剩下迎合上意、拍馬屁的聲音，那麼這家公司最終將會徹底失去辨識市場風險以及持續創新的能力。這告訴我們，無論是外部的數位社區，還是內部的企業組織，任何健康的長期發展都必須建立在容許理性辯論與互相尊重的堅實基礎之上。接下來進入我們最後一個部分，創辦人的道德困境，副標題是傳教士對比傭兵。接下來這一點超級重要。當我們談論到商業模式的極限時，每一個科技公司的領袖最終都必須面對一個直指人心的靈魂拷問：你對於你一手打造的平台，對整個社會所造成的深遠影響，究竟該負起多大的責任？其實 Nextdoor 這個強調實體連接的商業模式之所以會誕生，並不是幾個私立股工程師在車庫裡憑空想象出來的點子，它背後是有着深厚學術基礎的。它的理念深深扎根於一份哈佛大學非常嚴謹的社會學研究。這份研究後來出版成了一本在學界非常著名的書，叫做《獨自打保齡球》。這本書提出了一個非常震撼的核心論點：在現代社會中，人們依然在打保齡球，但是大家已經不再像是過去那樣積極參加社區的聯賽或是俱樂部，而是選擇孤單地獨自一個人去打。這個行為上的轉變，深刻象徵着地方社區社會資本的全面崩潰，以及隨之而來的現代人強烈的孤立感。而 Nextdoor 的核心商業命題，就是試圖利用數位科技的槓桿力量來逆轉這個現象，重新建立那些我們已經失去的實體連接與社會信任。聊到這裡，這就自然引出了一個在硅谷創投圈非常經典的分析框架。著名的風險投資家 John Doerr 曾經提出一個觀點，他認為科技圈的創辦人在本質上可以分為兩種截然不同的類型，一種叫做傭兵，另一種叫做傳教士。所謂的傭兵型創辦人，他們建立公司的唯一動機就是為了追求短期的極大化的財務回報。對他們來說，只要能把流量變現，產品即使對社會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也不在他們的考量範圍之內。相對地，傳教士型的創辦人，他們打從創業的第一天起，就是被解決某個特定的社會問題這個強大的使命感所驅動。對傳教士來說，豐厚的財務回報不是首要目標，那只是他們成功解決了社會痛點之後，市場基於價值交換所給予他們的自然副產品。其實，我們在觀念上必須徹底拒絕將資本主義的獲利與商業道德完全對立起來的錯誤迷思。一個最永續、最具防禦力的強大商業模式，本質上就應該將財務上的成功與正面的人類結構緊密綁定在一起。這就是所謂的利益一致性。大家可以這樣思考，就像一個稱職的醫生，他的長期獲利與業界聲譽是建立在病患順利恢復健康這個前提之上。一個優秀老師的成功，也是建立在學生真正學到知識、獲得成長之上。同樣的邏輯，現代的科技平台也必須將自身的營收模式與用戶真實的福祉進行深度對齊。如果一家公司的龐大利潤是建立在無情剝削用戶的注意力、製造社會焦慮與群眾對立之上，那麼這個商業模式雖然能在短期內交出亮眼的財報，但它終究會面臨各國政府的強烈監管反撲，以及用戶徹底的唾棄，最終必然走向崩潰的命運。
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 ，Nextdoor 的發展歷程完美證明了一件事：科技平台絕對不需要依賴剝削使用者的焦慮與憤怒來獲取高額利潤。只要專注於解決實體世界中真實存在的痛點，並將企業的商業利益與整體社會的福祉進行深度對齊，企業完全可以在不犧牲道德底線與用戶信任的前提下，打造出具有強大護城河的商業帝國。這一切都指向一個終極的叩問：作為一個價值的創造者，你到底是在製造數位時代的成癮物質，還是在打造一個真正能提升人類生活品質的偉大事業？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場知識拆解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